顶上战争一役之后，艾斯战死，路飞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。在慎平的开导下，路飞想起了自己的伙伴们，逐渐从悲伤之情中恢复过来。被暴君熊传送到世界各地的伙伴们，正各自被遭遇到的麻烦所困扰。大家曾约定3天后在香波地岛上集合，但是现在大家都被麻烦拖住，无法脱身。伟大航路克拉伊加纳岛，这里是鹰眼的大本营。被熊传送到这里的索隆遭遇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狒狒，这些家伙数量众多，不仅会使用人类的刀枪剑炮，而且还拥有很强的剑术，就连索隆面对他们也很吃力。鹰眼归来，看到索隆后很意外，索隆还想挑战一下鹰眼。鹰眼劝索隆不要轻举妄动，年轻人别太放肆，没什么用。鹰眼告诉索隆，草帽路飞出现在了马林凡多，虽然还活着，但心里受到了严重创伤，他失去了哥哥。南海，鸟类与人类争端不断的特里诺王国，乔巴在这里和土著成为了好朋友。得知岛上有很多珍稀名贵的草药，乔巴决定和守护草药的巨型草们和谈，促使人类和鸟类和平共处，分享岛上的资源。乔巴刚刚爬上巨型鸟的巢穴，就被几只大鸟轮番攻击。土著们见交涉失败，二话不说动手开打。好在乔巴碰上了之前自己帮助过的雏鸟，通过雏鸟家长的帮助，巨型鸟们终于肯和谈了，误会也随之得到解除。此时，一个噩耗随着送信海鸥传到了这个小岛上。乔巴看到报纸后大惊失色，路飞的哥哥去世了。与此同时，小型空岛维萨利亚上的娜美，波音列岛上的乌索普，人妖王国卡马巴卡王国的山治，东海的罗宾，东岛的弗兰奇，以及纳瓦库拉岛的布鲁克，都相继得知了顶上战争的消息。得知路飞正遭受巨大的痛苦，伙伴们放下手中的事情，想尽办法向香波地岛赶去。波音列岛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之岛，高端的猎手总是喜欢以猎物的方式出现，说的就是这座岛屿。进来的时候畅通无阻，出去的时候艰难险阻。岛上有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当那些被美食的气味诱惑过来的昆虫、鸟类、海兽、海王类踏入小岛之后就出不去了，最终成为小岛的食物。这个像花一样漂浮在海上的岛，学名食肉植物斯托马克巴龙。乌索普看到顶上战争的消息后，疯了一样向岛外跑去。海克利斯则疯了一样营救乌索普，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你看到报纸后神色大变。乌索普哭着喊道：“我不能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了。路飞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哥哥，那家伙现在该有多痛苦啊！如果痛苦的时候不能陪在他身边，还算什么同伴？”小型空岛维萨利亚，娜美得知艾斯去世后，背着巨大的行李，劫持了气球飞船就要出逃，把岛上的老科学家们折腾够呛。老头们一脸懵逼，这小姑娘刚来的时候挺好的呀，根本没有要逃走的想法，是什么原因让她突然性情大变？娜美因为抢劫罪、故意伤害罪被关押起来。大家在娜美的背包里翻走了她偷走的气象球和研究笔记。娜美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本来就是小偷，现在是海贼，抢东西有什么不对？”老科学家们都崩溃了，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？太恶劣了！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种恶人？这些研究学术的老头们从未见过如此恶劣之人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娜美这样的罪犯。其中最有趣的老头哈雷达耐心地问娜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之前明明这么努力学习气象科学的，为何说走就走？娜美指着报纸说：“因为我的船长路飞。”顶上战争的影响非常大，路飞的名字连这些整日闭关、一门心思研究科学的老头也有所耳闻。没想到这个女孩竟然是草帽路飞的船员。娜美掩面痛哭，她现在只想赶快回到路飞身边。老头们一见娜美哭了，手忙脚乱地寻找钥匙，给小姑娘关禁闭，还把她给弄哭，这简直就是虐待。牢房门一打开，娜美一个箭步飞奔而出，不但抢回了背包，还劫持了哈雷达。老头们以为被骗了，只有老粉才知道娜美是真的担心路飞。他恐吓哈雷达帮助自己驾驶气球飞行，然后一溜烟的甩掉老头们，向终点站奔去。东岛，贝加庞克出生的地方，巴尔基摩亚。弗兰奇发脾气的在这里大吵大闹，四处寻找可以出海的船，他急着去和路飞会合。老爷爷表示这里根本没有船，只有1个月才来一次负责运送物资的定期船，以及不定期来一次的军舰。这个岛常年被冰冻，想进来也得靠破冰船才行。为了得到破冰船，弗兰奇进入了贝加庞克早年留下来的研究所里。海军们听到警报后蜂拥而至，抓捕弗兰奇。
这个研究所对岛上的人民乃至世界的人民来说都非常重要，哪怕是一张设计图都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。弗兰奇四处乱闯，作为技术人员，弗兰奇深知研究所里的东西有多么珍贵。他小心翼翼，直到他看到了一个骷髅头标志。哦，这不是海贼旗吗？弗兰奇按下自爆按键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整个研究所被炸成了灰。这就是后来流传的未来王国的大事件——巴尔基摩亚的噩梦。西兹凯阿尔王国一眼带回了2个让人吃惊的消息：路飞的哥哥霍权艾斯死在了路飞的面前，佩罗纳的老大莫里亚生死未卜。虽然报纸上写着莫里亚已经战死，但鹰眼肯定这篇报道有失真实性。索隆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准备出海，鹰眼问：“你在急什么？拖着这样的身体？”索隆说：“因为我从你口中听出了路飞的现状，他怎么样，地址在哪儿，说的再详细一些。”鹰眼说：“我知道的事情都说了。”索隆一瘸一拐地向外面走去，打扰了。佩罗纳急了，外面全是凶恶的狒狒，就算索隆运气好，没有遇到狒狒，也没办法横渡大海吧？鹰眼说：“小船的话，城西就有。”索隆低声说：“承蒙你关照了。”路飞是一个信守约定的人，他们约了3天后香波地岛集合，路飞一定会去。索隆拖着小船一步步向海岸走去，再次遭到狒狒们的袭击。狒狒们学会了索隆的牛鬼용爪和龙卷风，2条腿的蛤蟆找不到，3刀流的狒狒居然能在这里看到。索隆大惊，这些狒狒是有写轮眼还是怎么着？为什么这么快就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学会了？佩罗娜担忧索隆安危，出门查看情况。鹰眼佩服索隆的性格，在一群狒狒之中找到了索隆。鹰眼告诉索隆，那群狒狒叫人类模仿者，是可以模仿和学习人类行为的聪明狒狒。如果待在温柔的人身边，就会温顺的成长。只不过这片土地7年前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争，这些家伙是看着凶暴的人类长大的，学会了武器的使用方法，也化身森林战士的狒狒。人类以武器和智慧凌驾于动物之上，可是当动物拿起武器时，也是如此的强大。对于狂妄自大的年轻人来说，他们是最好的对手了。鹰眼请索隆回到城堡，这些狒狒不敢接近鹰眼居住的地方。索隆傲娇地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命令？”鹰眼说道：“随你便。”伟大航路纳马库拉岛，一个封闭迷信的落后小岛，村民们相信布鲁克是撒旦大人，并甘心成为他的信徒。布鲁克写的乐谱被这些狂热信徒当成是诅咒敌人的咒符，张贴在四周，用来制裁敌人。大家贴完咒符后，敌人长手族来犯，狂热分子势在必得，今日必然将长手族一网打尽。布鲁克抓头，充满歉意地说：“那不是什么咒符，是我写的乐谱而已。”狂热信徒们信仰崩塌，这群人也是窝囊，一大群人被3个长手族多次抢劫食物，甚至将他们的人掳走，而他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布鲁克见这些人如此窝囊，决定帮他们一把，当即演奏了一首宾克斯的红牛。众人听完，感觉肾上腺素飙升，血液往上涌，身体充满了力量。众人起来，勇敢地向长手族发起反抗，终于将长期为非作歹的3个长手族抓了起来。这些人虽然窝囊了一些，但都很善良，他们向布鲁克表达诚恳的谢意。布鲁克见此事圆满解决，决定立即启程离开这里，赶去和路飞会合。众人决定把3个长手族带走展览，以此来赚门票。布鲁克于心不忍，替3个长手族求情，恳请大家将他们3人释放。然而这3个长手族十分卑鄙，他们不惧怕布鲁克，被释放之后立即将布鲁克绑架带走。会说话的骷髅头全世界都看不到，无论是用来观赏还是卖给人贩子，都会赚到不少钱。女儿国亚马逊百合，罗和海贼团的船员们把路飞送到这里，正在岸边歇息，突然看到一头巨型海王类在海水里剧烈翻涌，接着七窍流血，浮上海面死了。众人大惊失色，无风带海域也太恐怖了，居然有生物如此轻易地干掉了海王类。几十秒钟之后，大家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爬上了岸，竟然是冥王雷利。雷利从熊那里得知路飞所在，特意赶来女儿国探望路飞，半路船沉了，自己一个人游了过来，顺便干掉了刚刚的海王类。罗见雷利来了，放心地将草帽交给雷利，自己和船员们驾船离开了女儿国。汉库克带着姐妹们给路飞送来了很多食物，慎平只能在一边干瞪眼，只要吃上一口就会遭到汉库克狂风暴雨般的侮辱，搞得慎平心态十分崩溃。路飞放开肚子狼吞虎咽，雷利知道路飞急着回到香波地群岛，但他建议路飞不要急着和伙伴们见面。雷利问：“你想想，你们在香波地群岛经历了什么？”
路飞痛苦的回忆被唤起，在香波地群岛面对压倒性实力的敌人，草帽团差点就被打得全军覆没。那不是一胜一负的问题，而是完全被敌人吊着打，实力差距如此之大，路飞这辈子都想象不到。雷利说：“以你现在的样子，能面对那股强大的力量吗？你们聚在一起是为了重蹈覆辙吗？”路飞哑口无言。雷利说：“我有个提议，当然接不接受都在你。”雷利向路飞说明了自己的2个提议，第一个就是让路飞留在岛上和自己一起修行。路飞告诉雷利，自己已经和同伴约好3日后见，绝对要实现约定。雷利又提出了第2个提议，这个提议就是重返海军本部马林凡多，借调研名义向伙伴们传递信息。这件事对路飞来说其实是十分残忍的。重游马林凡多意味着又要回忆起失去哥哥的痛苦。圣皮和汉库克大骂雷利冷血无情。路飞冷静下来思考一番，如果自己留下来修行，就会得到力量保护同伴，自己再也不想让同伴们遭遇被团灭的情况了。路飞不再犹豫，答应了雷利的提议。3人即刻起航，重返马林凡多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下一期路飞重返马林凡多，向伙伴们传达重要信息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